他是連張志磊都不敢惹的中国拳坛泰山。身高2.3米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身形甚至要比韩国巨人崔洪万和中国炸彈张志磊還要更胜一筹。別看那5大3粗，卻精通太極、散打、跆拳道等一系列格鬥術。在拳擊擂台上的他，更是憑借一雙鐵拳大殺四方，任何對手在他的面前都顯得無比的渺小，通通被他打到哭爹喊娘。他就是人送外號泰山的中國巨人拳王董建軍。好，各位亲爱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國巨人拳王董建軍橫掃國際擂台的珍貴影像。往往看比賽已經開始，白色拳套的中国巨人董建軍大戰黑色拳套的伊朗拳王，身高1.94米的阿卡巴尔。我们看对方的话，身高也不矮啊，1.94米，但是和董建军比起来，这個差距還是非常的明顯。卡里米上來呢，試圖採取閃電戰，想打中國的泰山一個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體壯啊，所以他面對對方那種局部戰場的進攻，應該說還是有足夠的抵禦力的。卡里米自己速度太快，都丟失了重心。泰山剛開始抓住了機會，利用對方出拳之後緊跟着一次反擊，單拳就將對手撂在地上，對手搖搖晃晃。卡米恩再給他獨，他示意還可以繼續比賽。這樣我們場裁判彭洪濤給這個伊朗泰山加點，但是我估計已經站不住了。這個比賽可以直接結束了。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第一場比賽非常的痛快。那麼這個伊朗拳王打算採取個閃電戰，但是沒有想到在董建軍的面前啊，他就是一個笑話，他就是個玩笑。我們會想到會打得簡單，但是沒有想到會這麼簡單。我們看這一拳，哇，我感覺對方的脖子都被打斷了，真的被打斷了。好，我們看一下第二場比賽，董建軍2.13米大戰1.90米啊，這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戰。好，與之前的比賽不同的是，這是一場自由搏擊的規則。董建軍啊，我們3前也說過了，他精通散打，自由搏擊、跆拳道，所以說拳腿功夫呢都很厲害。好，本場比賽我們看一下黑色拳套啊，白色褲衩，要小心，這個家伙來了個舍身踢。他就是來自於美國的特種兵啊，米歇爾。所以說他選擇了自由搏擊的規則，但是他沒有想到啊，董建軍的腿法也很厲害啊，我們會散打。這是一場惡戰的。好的，推開的做，不要給他背拼，對，拉開距離。好的。泰山這邊剛才是高邊做出來了啊，來個後手就可以。這幾個地邊啊，應該說還是相當有危險。對，對自己這個訓練呢，相對來說比較自信。好的，剛才這腿打得非常有力的。又是一下，後手跟上。好的。很多觀眾朋友可能不清楚，董建軍在打拳擊賽之前啊，實際上他是一個籃球運動員啊，打籃球的。和姚明呢以前還是隊友，但是後來他發現有非常多的老外來中國踢館，所以說他從這個籃球啊轉戰到了拳擊。而且董建軍的出現也是讓這幫經常認為我們中國人瘦小的老外啊也是傻了眼。董建軍對於老外來講呢，我們就是最高的山，最長的河，是一座無法逾越的泰山。拳上，這個迎擊和反擊，再給一拳，對，再來一拳。這讀秒，對，讀秒。大的這種壓迫之下呀，他還是跑快了，跑扭傷了。看看是场上看能不能夠适應，能不能堅持。這幅度太大了，這個土耳其伊布拉辛，對，這會兒才能尋找到更有利的戰機。好的，這首場秀，看来泰山真打的這樣就不錯了。對，再跟一拳。我们看不行了，觀眾朋友們，這個美國特種兵米歇爾不行。那麼賽前他狂言說要踢飛我們，但是沒有想到啊，自己先要報廢了。他挺快啊。他意識到了自己在場上还是佔據了一定的優勢。對，現在如果是痛失這種
優勢的控制呢，那麼對他來講也會下去非常滿意的。對啊。再壓迫，再來一個小高潮，馬上時間快到了。這腿受傷還是被擊倒呢？因為現在呢，在這個猛攻之下呀，必有所失，也必有所得。好，觀眾朋友們，這場中美對局賽前對方揚言是要踢折我們的腿啊，結果呢偷雞不成18米。賽前牛皮吹得有多狠，那麼現在的他就有多狼狽啊，有多麼的慘。而且有一點我們沒有想到啊，董建軍這麼高的身材，他的腿法會這麼凌厲，這麼厲害啊，這絕對是我們想象不到的。好，接下來的這場比賽呢，依舊是由董建軍大戰一個美國選手，而對手可比上一個要厲害太多了啊，因為他是美國的總統保镖艾利克斯。好，我们看比赛開始了，紅方選手黑色褲衩，這個家伙就是美國的總統保鏢啊，艾利克斯。而藍方選手紅色褲衩便是董建軍。這場比賽也是在上一場董建軍獲勝之後啊，美國官方趕緊安排了第二場，很想報仇，很想把這個面子找回來。而這個艾利克斯也吹牛，會說這個會像用拖鞋拍蟑螂一樣啊，打倒董建軍。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他究竟有沒有這個本領。很明顯了，这场比賽对方的艾利克斯啊，身高依舊是不如董建軍，沒辦法了。據說美國官方當時是找遍了整個美國職業拳壇啊，硬是沒有找到一個啊能和董建軍相媲美的這個身高的選手。沒辦法，的確是很難。Tyshawn starting to establish that jab, which for a guy his height, obviously, it's like a power punch. Yeah, it will become like a power punch, and also it'll establish some kind of rhythm. 哇，不會吧？哦，觀眾朋友們，比賽開始還不到一個回合的時間，不會這麼快就要 KO 吧？我們看對方艾利克斯並沒有選擇投降，還想打，但是董建軍啊給不給你這個機會，我們就要看接下來的比賽了。好漂亮！哎呦，前後差了幾十秒。裁判也是毫不猶豫，又送給對方一次讀秒。On a 5-fight losing streak, he's been stopped in 4 of those fights, but he just loves to fight. Former MMA guy, just wants to fight. He said, as these guys going toe to toe here, and he's picking up in the second round. He's trying. You got to give Rosman some credit for the effort. Rosman is a former bodybuilder. And there's another jab. 没有錯，這是本場比賽的第3次擊倒。我的天哪！這個艾利克斯，美國的總統保鏢已經被擊倒3次了，但是我們看他還是一臉不服的樣子啊，應該還能打。Here in the second round, almost at the head. Tyshawn up. Let's see if Tyshawn can work off the back foot. And finally, Rosman lands a shot. Yeah, he lands a left hand. The thing about Rosman, he's sucking wind and throwing all these haymakers is only going to make him more tired. See what happens if Tyshawn does land. There's a right hand as you just called it, Paulie, and drops him. Right on the top. 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結束了。短短不到兩個回合的時間，董建軍連續6次擊倒了這個美國的總統保鏢艾利克斯，完成了本場比賽的勝利啊！這是董建軍晉級美國拳壇獲勝的第2場比賽。這也是董建軍的成名之戰啊！要知道這擊敗的可是總統級別的保鏢，好，非常的輕鬆。然而接下來的這場對局絕對稱得上是世紀大戰，中國巨人董建軍一路高歌，直接殺入到了美國紐約。但是沒有想到，美國官方卻派出來了殺手鐧，他是連拳王泰森都不敢惹的美國野獸鮑勃薩普。我們看這個家伙比賽啊，讓我們來看一下兩個人的精彩對局。
哇，本場比賽，我的天哪！不到2分鐘的時間，這個野獸鮑巴薩普不行了，不行了，看他呲牙咧嘴，應該是起不來了。好，本場比賽讓我們恭喜董建軍啊，這場比賽也是打得非常之快啊，把這個美國拳壇的殺手鐧王牌選手輕鬆拿下。這場比賽由於是一場這個自由搏擊規則，所以說呢，我們用到了頂膝啊，所以說終結得很快。然而在接下來的比賽當中，董建軍更是憑借一雙無可匹敵的鐵拳橫掃了美國擂台，成為了第一個在拳擊擂台上讓美國人感到畏懼的中國拳王。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非常感謝您的收看與支持，那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中國選手一出場，全場的老外都驚呆了，各大知名頻道、各大媒體都搶着來轉播這一場比賽，因為這是第一次有身高2.2米的中國巨人來挑戰美國拳壇。曾經在美國籃球界有一個東方巨人姚明打出了名氣，讓老美知道了中國人一樣可以制霸 NBA。如今又來了一位神秘的中國巨人向美國拳壇發起衝擊。我們看視頻當中這個身材魁梧的巨人，他就是董建軍，身高2.23米，臂展2.19米，綽號泰山。聽說董建軍的到來，美國的各界名流大咖、世界級拳王都前來觀賽，都想親眼目睹一下這位神秘的東方巨人到底有怎樣的本領。我們再看視頻當中現在的老外，就是董建軍本場比賽的對手艾利克斯，身高1.93米，臂展1.95米。這個艾利克斯可謂是信心滿滿，因為他相當的瞧不起我們中國人，還在公開的場合羞辱我們中國人是瘦弱的猴子。無論長得有多高啊，在他的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東亞病夫。所以說本場比賽他是主動申請來做董建軍的對手。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位神秘的東方巨人董建軍到底有怎樣的本領。好，费特比賽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啊，在身形上的差距，這可不是一丁半點兒啊！董建軍高了對方啊將近30公分。其實董建軍最開始呢，他還真是一個籃球運動員啊，但是後來他發現啊，自己對傳統武術啊，對這種搏擊啊更感興趣。所以他便自學了我們中國的傳統武術啊，包括散打，包括像韓國的跆拳道，他也學過。美國拳手艾利克斯，他嘴巴非常的硬，但身體啊，我們看非常誠實。比賽剛一開始呢，他把這個距離啊把控得很遠啊，打得很猥瑣，很謹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啊！一個身高2.2米的東方巨人啊，站在任何一個人的面前，我相信，都會被這種氣場所嚇到。好漂亮，打晃了，簡簡單單一個前手，對方剛剛這個眼神啊，已經有點迷離了。董建軍他是居高臨下，打得很舒服。好，倒了。但這一下應該是董建軍啊把對方給壓倒啊，並不是擊倒，沒有給到讀秒。幹什麼？觀眾朋友們，他把比賽要打成這個綜合格鬥嗎？他想摔董建軍，有點意思。其實我們別看董建軍啊長得這麼高，但實際上仔細觀察他的步伐呀非常靈活。當然了，這要歸功於他曾經的籃球訓練，因為籃球運動員的腳步和步伐都是非常的花哨啊，跑得也都很快。哦呦，前手倒了，很清晰，這絕對是一個讀秒。好，現場裁判也完全沒有包庇對方。哇，只是一個前手，觀眾朋友們，輕輕的那麼一點啊，那麼一動，對方就倒了。
我甚至感觉刚刚董建军啊，可能发力还不到30%啊，还不到30%的力，可见董建军的力气有多麼的恐怖。我真的無法想象，如果董建軍一會兒啊全力打出一拳，會是怎樣的感覺？你看，很輕的啊，輕輕的一拳，而且剛剛這一拳也很快啊，的確是不好防。好，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已經開始。我們來看一下埃里克斯，美國選手會不會改變戰術？能感覺到他是想往裡衝，好像打內圍。哦呦，輕輕一碰，哈哈，輕輕一碰啊，又倒了，什麼情況？你要困了你就回家睡覺去啊，這個找老婆孩子睡覺去啊，別在這塊打拳了。這個美國選手埃里克斯啊，我嚴重懷疑他學習過日本的空手道，這拳法來也空空，去也空空啊，打得很兇，就是打不着人。哎，什麼情況？我們這個談笑間啊，他又倒了。你看，把這家伙累得滿身都是汗水。漂亮，前手又打慌了，又倒了，又倒了。哦，但這一下裁判沒有給到讀秒，也算是照顧對方一下。现在美國的埃里克斯啊，他已經是完全失控了啊！他知道自己呢可能在技術上打技術啊絕對打不過了，所以說便背水一戰，玩了命的啊，大力擺拳。哎呦，倒了！這一下裁判你還怎麼包庇？比賽結束，比賽結束了，觀眾朋友們，這位神秘的東方巨人，他今天讓我們見識到了他的風采。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精彩回放，看一下董建軍這一拳啊到底怎麼回事。啊，就是前手啊！這場比賽董建軍的後手拳啊，還幾乎沒打。要身材有身材，要技術有技術，觀眾朋友們，這簡直就是無敵了！有一個我們中國人的驕傲，黃種人的驕傲。好，恭喜董建軍！同時，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19歲詠春拳女傳人在日本擂台惹下大禍，2秒6拳打碎日本女拳王頭骨，當場打成腦癱。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女子拳擊大戰的現場。好，那這場比賽可謂是非常精彩了啊！因為我們中方的出戰選手呢，是一位來自於廣東佛山年僅19歲的詠春拳女傳人王小慧。好，我們仔細看比賽已經開始了，帶着藍色拳套的姑娘打得非常的兇啊，沒有錯，她就是我們的詠春拳女傳人啊，才19歲的小慧。那麼這一次他是來到了日本的橫濱，也就是說我們本場比賽是客場作戰，來到了日本。好，我們仔細看穿着紅色拳套的家伙啊，就是日本的女拳王中村美優。好，在賽前接受採訪時，這個中村美優的確是非常的猖獗，他表示說自己呢是亞洲女拳王啊，他說我們中國人只是窩裡橫的膽小鬼，絕對不敢來日本挑戰他。誰敢來就打死誰！哇哦，觀眾朋友們，他的確是非常的囂張。我們看我們的小慧連續重擊，這個拳法明顯是有效果了，對方有點站不太穩。中近距離是發揮詠春拳最好的一個距離。我們看比賽開始，小慧呢可以說是全程在追着對方去打，這個氣勢上來說呢，已經是壓倒對方了。
但是日本选手这个中村美优这个家伙的报价啊，双手拿得很高。我们看小辉呢也是尝試去打破对方的这个防守，的確有難度，但是沒關係，他防上面，我們打下面啊，上下齊手。そうですね、攻撃強いので。好，没有错，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的小慧把他的咏春拳啊发挥的非常的不错。咏春拳呢是一个招式小、速度快的传统武术啊，发源地呢也是来自于广东佛山，并且啊，它的创始人啊本身就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師傅啊，所以說當時有這麼一個說法啊，只有真正的女人女高手才可以把詠春拳發揮出最大的威力。實際上是這麼一個道理，因為詠春拳本身啊，它是帶一定的柔的屬性，女性的身體和她的柔韌性要更好啊，所以說呢，女性能把詠春拳發揮得更出色。好，我們看這個日本女拳王，很明顯啊，她已經被打懵了，觀眾朋友們。那麼在第一回合的話，他全程被暴打啊，幾乎是沒有任何反擊的一個機會。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好，我們仔細看，我們的小慧幾乎是不做防守。但是要小心，對方的話也是有一定的中擊能力。又一次疾風暴雨般的重拳，我們不斷的嘗試把對方啊壓制到某一個籠邊啊，把對方像一條狗一樣給他圈起來。這場比賽舉辦地點在日本，台下的觀眾也都是日本人，包括現場裁判也是日本人。啊，只有王小慧啊，我們是中國人。但當然，這個拳套不好說，觀眾朋友們，沒準是 Made in China， 我們中國產，哈哈。因為這個中國製造流向全世界。小慧才19歲啊，也就是18周歲。據說他3歲時就開始練習詠春拳，很早了。好，最後半分鐘的時間。好，連續正蹬呢，把對方壓制到籠邊，給對方做一個困獸鬥。だいぶ分がいいので、そうですね、ローキックなり。好，沒有錯，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已經結束，兩回合的大戰非常的精彩。我們的小慧把這個日本女拳王啊打的是一點招架之力都沒有。總而言之，這場比賽看的的確是非常的解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看的也是非常的過癮。沒有錯，打日本選手，你別管是男是女啊，反正打了，我們看着就是過癮，就是精彩。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3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我們看這一回合，對方呢是有了摟抱的這麼一個行為啊，也是來限制我們。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回合的比賽了。そうですね。完全に今ポイントは取られているので、繰り返すつもりで前に出てほしいですね。前に出たその後何がありますかね。そうですね。今パンチの打ち合いではやっぱり高梨選手に分があると思うので、先ほどローキックに切り替えたりしたんですけど、何か一つ自分が出しやすい一つポイント。哦呦，小心，對方這一腳踢得很重啊！小慧，哦呦，又是一腳。我們小慧不僅是拳法厲害。那麼現在能看得到他的抗擊打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可以。好，距離比賽結束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看一下小慧本場比賽能否去 KO 對手啊，最好是能夠 KO 他。
さあ、ガード上げてしっかり上下散らして。そしてやっぱり松下選手。好，连续砸击这个重拳，哎呦，什么情况？我们看日本选手啊，他整个人瘫坐在了地上。哦，裁判赶紧终止了对局。我的天哪，太快了！咏春拳真不愧是咏春拳啊，快如闪電，我們根本沒有看清楚。我們再來看一下小慧是如何擊倒對手的。我們看連續的重擊，哦喲，慢動作之下，這個拳速度這麼快，很難想象在正常速度之下看不清楚也是很正常了。好，讓我們再次恭喜。